陛下，陛下，你先别玩了，今日功课尚未完成，若让太傅知晓，别烦姑，你再啰嗦，姑便命你去捉100只蟋蟀来。陛下为何不读书？舅舅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瞧，姑这笼子里的蟋蟀，可比《论语》有趣多了。陛下，这御书房可不是嬉戏之地。你敢扔姑的蟋蟀！陛下，大胆谢延来，你敢对姑动手！哎呀，陛下，谢统领，您这是？禁军统领谢燕来御前失仪，推搡圣驾，此乃大不敬之罪。若纵容此风，朝纲何存？太傅严重了吧？舍弟素来恭谨，侍奉陛下更是尽心。陛下年幼顽皮，或许只是一时玩闹，失了分寸。谢大人此言，是在暗示陛下污蔑臣子。臣岂敢？只是禁军统领一职，关乎皇城安危。若只是因阻拦陛下嬉闹，便轻易问罪，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？谢大人真是护弟心切，可长公主久未临朝，禁军又跋扈至此，莫非谢家觉得这朝堂之上已无人能约束？太傅何必牵扯长公主？她病体未愈，陛下仁孝，特赐她静养。至于约束，太傅带军理政，不是最好的约束吗？够了！谢燕来对姑不敬，姑罚他停职4刑。太傅，替姑拟旨。陛下圣明，只是禁军不可一日无主。臣举荐副统领暂代其职。不必，禁军事务暂由本官亲自挑选，交由陛下圣裁。随太傅安排吧，姑累了，退朝。统帅副九冲撞圣驾，国旗停职待诏。九弟，这是陛下让你捎给长公主的信。我很好奇，长公主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？边军5年，我不欠人情。就这么放心把阿宇交给我？这皇城里多少豺狼睁着眼呢？所以他只能交给你。他是谢家血脉，也是你的亲外甥。那就将长公主令一并交给我吧。他若信你，自会变。
大局当前，九弟该清楚轻重。如今朝堂势力权力三分，邓毅中书遗诏，我门下附和，长公主凤阁朱批不过，6部不得用印。我答应你，会不惜一些胡阿谀的周全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长公主令只能阻止邓毅私自下旨，别无他用。若我真想用这块令牌做什么，也必须经过邓毅的玉玺大印。有他在，只是为了方便我与邓毅之间互相制衡而已。所以九弟，你不用怀疑我的用心。更何况，没点交换，怎么让我心甘情愿完成你的买卖？原来这枚棋子离了棋盘，倒腾出半片江山，让您与谢家公子对弈。大人不打算趁小皇帝羽翼未丰，布个君臣恩义的局？萧雨这孩子，有时受惊太重，人一多，就爱往楚昭身后躲。不对，楚昭离京，谢衍来停职，这对谢衍芳有何好处？他今日在朝堂之上，似是乐见此结果。好你个谢衍芳啊！一时不察，我竟然成了你棋局中的过河卒了。难道他是对陛下另有所谋？无妨。谢衍芳这个舅舅是个空名，陛下见他疏远得很，天生亲近不来。就怕谢衍芳抢个先手，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放心吧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毕竟朝堂这盘棋，既要抢先手，也怕落错子。只是楚灵若死，说墨铁骑直逼楚都，届时恐怕您与谢家谁都不能全身而退。你说的对，所以这局棋虽不知道对方如何落子，但我与他皆知，楚灵现在不能死。谢衍来申时出客出城，骑的是您最喜欢的那匹乌骓。按脚程算，此刻该到北曹阵地见了。他倒是听话，竟没怀疑我安排的马有问题。怎么会呢？您给的可是谢家最好的马，他该感念着您才是。不过这回他还算识趣。真把长公主令牌交给了你。这个令牌没什么大用，但是给邓毅添堵，
还是绰绰有余。只是，西延来明显对长公主生了其他心思。您说会不会日后，她更不受我们控制了？驯狼崽最妙的，就是让他以为自己咬断了项圈，可项圈早就换成了金线。他越挣扎，勒得就越紧。他这次奋不顾身去救楚昭，以为是在反抗，实则早已将自己的软肋暴露无遗。他当初跟我说，楚昭很聪明，我原以为他一时被情绪左右，失了判断。这个女子演得那么拙劣，又那么着急，哪里聪明啊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能让九弟这般模样，确实是非一般的聪明。是我眼拙了？没看出你还有这般玲珑手段。玉，宪兵府。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郡。看姑娘举止仪态，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他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哦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头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兵。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，却骗不了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信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。而且，
你们的种种行为，不像是心病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长久。怎么，婶子还想杀我？在驿站，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，但我还是带上了你，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把刀放下。我说，把你刀放下。阿九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假扮姓兵，是想截获情报。关于朔漠的情报，魏将军楚林向来所向披靡，不可能轻易被一支朔漠小队钻入空子，除非有人泄露了军报。你怎么知道？可若是非亲非故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做？除非你们是朔漠人。朔漠人不可能穿过临城郡。我们是仓木寨的人。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，所以才找上姓兵，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朔漠，威胁云中君。仓木寨向来神秘，鲜有人知，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。你们为何要管这件事？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，杀了你们的先寨主木棉红，你们不恨他吗？为何还要帮他？我们虽是一介山匪，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，我们还是知道的。楚大将军驻守边郡20年，守护大楚平安。若被朝廷中人勾结朔漠，因私加害，大楚危矣。又何况这小小的仓木寨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楚林的女儿。听闻父亲病重，着急赶往云中郡。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不得已才乔装，随姓兵出行。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，可要随我上仓木寨。鱼，哎呦，周姨，你是打点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？商队确实是不少，女子也有。
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？哎呦，哎呦！一个偷了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，细皮嫩肉，不像吃过苦的。这荒道上行走，这个丫鬟都少见，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。没见过。撒谎！你见越虚怒。他到底在哪儿？容小的好好想想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个人儿，他前2天在这暂住，说是去云中郡探亲，后来就跟着一队新兵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。娘亲啊，对，他娘亲雇了个马车，送自己回咸阳老家了，就在往北3里地那个车马行雇的。玉，回来！我不。这位军爷，您这是骗了我那么多的钱，你！前几日，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？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，哪能记得住名字啊？别装傻！他花钱雇你演戏，然后跟着新兵走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骗过那几个新兵往云中郡方向去。很好，连老天爷都想让你死。撤！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，机关陷阱不下100余。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，未免也过于隆重了。他们真的可信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你非要来这儿？葛大神所言非虚，以我知晓的旧事，印证无差。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，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。铁鹰并非愚钝之人，我那点障眼法，至多再拖半日。眼下敌众我寡，硬拼非上策，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，待探清虚实，再议后继不迟。所以，你还是在赌？有你在，我才敢赌啊！你还得意上了？昨夜你分明没有自保之力，但你却惹怒那些山匪。你可知道，昨夜我若是晚到一步，你可就成刀下亡魂了。他们若是想杀我，早在我揭穿葛大神女扮男装时就动手了。所以你就敢赌命？这个时候，葛大神带人假扮信兵窃取军情，一定不是为了害我爹，而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换言之，他的确是在帮他。你就不怕刚出虎口又入狼窝？虎口拔牙，狼窝犯险，不就是咱俩每日都在做的事？
大姐回来了，大姐回来了，大姐回来了，大姐，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吧，大姐，哥哥，三儿，哎，见客来了。呀，这是我弟弟，仓木寨寨主葛老三。见过寨主。小曼，坐。你怎么还带俩人回？接贵宝弟毕格难。毕格难。那二位怎么称呼？他叫阿九，我叫阿福。阿福啊，好名字啊，听着就有福气啊。葛大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担心。刚才一路进来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名为仓木寨，藏身在这仓木林。山下有句俗话，进了仓木腹，哪有回头路？这林子又大又深，是个天然的堡垒，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，竹林搭天网，藤蔓缠地锁，生人闯不进，野兽绕道走。在这儿，保管比外面安全。那如此隐秘的宝地，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，就不怕？仓木寨看人最重眼缘，既信了你，便不会怀疑。小曼，先带他们去安置，等外头安全些，你们再上路也迟。多谢大婶，给寨主添麻烦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来，这边请。那个好好休息啊。姐，他。这头领，这头领，玉，这头领，不好了，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，全部在仓木寨方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去的兄弟，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。仓木寨，我答应过世子，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。全体听令，加快速度，向仓木林进发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。跳！他们让你休息，你可倒好，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了。仓木林大，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，但不探查一番，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？我竟不知你初入江湖，心思倒比我稳重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小心。机库改装了7处，增加了2丈的射程，却减少了后坐力。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工弩。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在军营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。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，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。
不止。我在选你的时候，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信边，他们给他绑了绳结，也是边军常用的打法。你的意思是？或许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阿爹他？你们等我一会儿。马上就来。兄长这一回来，府里就收了10几张请帖。不过我猜兄长一家也不会去，不如夜里我为兄长接风，顺便为你引荐一位有趣之人。能被你称作有趣之人的可不多见，不知这个人何去之有啊？他呀，被人称作巫医，前段时间出了一桩悬案。你们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少卿，要看卷宗。你们要看哪年的卷宗？昭丰2年，御史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卷宗的确太多了，没个1、2月的找不出来。卷宗都是按年月存放，怎么会找那么久？你这8成是心里有鬼吧？文宇，带走。别！少卿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前几年上任之初，确实核对过历年卷宗，看过记录。御史案之后，这卷宗啊，就被当时升任的吏部侍郎海宜平海公给调走了，最后卷宗也没还回来。这其中缘由，我也不敢问呢。少问少想是智慧嘛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那书吏看库没几年，卷宗没找到，也没有查到任何调阅的记录。此人谨慎狡猾，会对卷宗下手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反而更让我确认，卷宗记录的内容必有蹊跷。对了，龙门场的事情，谢谢了。撤了。少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海尚书拿走的卷宗？是不想让他对付海公，和你站在对立面吗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时候还不到。我要利用美党抗衡李世远，扰乱严家之事尚未查明，不能让他乱了我的布局。霓裳打探到了吗？他呀，灌了吏部书令室那老头不少酒，才问出当年看管案牍库的书吏因渎职被罢免了。谁下的令？海宜平。海公，哦，叶信使来了。叶信使的身体可好些了？老海公惦记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在屋里闷久了，出来走走，也想看看海燕的情况。没想到你刚任使职，就有人在背后陷害你。此人是何目的？
难道是记恨你对付度量？想来是跟度量有交情的人所为。好在这样一来，此人若再对我下手，也必然会引起圣上的注意。我今日诊治还需与海燕独处，时间会稍长。海公若信得过我，叶心使，把海燕交给你，我1万个放心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还记得这个图案吗？上次你画在那名女子的手臂上，她是你阿兄带回来的吗？不是阿兄。那，你认识那名女子吗？知道她叫什么吗？不认识，只认识阿兄、娘，还有安。小贪吃鬼呀，快来，快再吃点啊！吃饱了是吧？娘，哎，叶信一来了。哦，人在哪儿呢？还不赶快请进来？他往后院去了。那老身去看看他。你是郎主的客人吧？老伯，这里是藏书阁吗？是啊，趁着天气好，拿出来晒晒，防虫蛀嘛。这藏书阁看起来比前院的房屋要新啊。你当真眼尖呐！这里原本不是藏书阁，而是一间客房，可多年前却被一场大火给烧没了，这是重新修建的。大火？这里怎么会起火啊？不好说呀。没什么不好说的。老夫人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儿还珍藏着于前赠给他的这些书册，别人都避讳谈及旧事，但老身没什么可避讳的。客房着火是与10几年前的御史案有关。这个案子，平安也曾听闻过，只是没想到海公竟然与于前相识。当年我儿于前、孙熙正是同窗好友，以同科及第。没想到10几年前，
于前因御史案被满门抄斩，我儿不信于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自他离世后，就郁郁寡欢。后来有个人找上门来，自称是罹难女子的家眷。这个人叫什么？记不清了。他声称此案有冤情，找我儿帮忙，要看御史案卷宗。我儿以为有机会能为死去的好友洗脱冤屈，急忙调了御史案卷宗出来，就在这间客房给他看。岂料啊，那日海公邀我和几位友人上门，想一同探讨这御史案的疑点。海公告诉我们说，有位受害女子的家眷找上了门，正在看卷宗。海公正想为我们引荐那人，可谁知那人竟然意外打翻了烛火，焚毁了卷宗，就连海公那间客房啊，也随之付之一炬了。想不到御史案的卷宗早已化成灰烬了。海公差点因此无法交差呀，无奈我们只好一起找到了海公的恩师，就是如今的梅相说情，才帮他在案牍库那边解决了此事。真是没想到，于前当年还有你们几位仗义同僚。不过你说的我有些好奇了，与你一同上门的都有哪几位旧友？我也真是敬佩你们，在那个时候还愿意相信于前的清白。他们是……哦，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叶心怡走了。来，坐会儿吧，娘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方才在后院，我看到当年于前送你的书册，睹物思人，每每想起他，为娘这心里就堵得慌。当年你将升迁侍郎，于前蒙冤狱中，写信托人带给你。当时你不在府中，我就先收下了那封信。我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儿啊，于前已将他全家的性命和清白都寄托于你了，你务必想办法救他呀！娘，您放心吧，于前与儿是挚友，我一定想尽办法相救。可怜呐，他是那么的刚正不阿，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呐，终究还是含恨而终。娘，往事已过，您也莫要再因此伤怀了，身体重要。儿送您回去歇着吧。花娘那边吩咐好了吗？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郎主放心吧。好的，可以撒网了。是。除了孙熙正以外，其他目睹卷宗被烧的人，他们所说也都一致。海夷平确实是于前多年的挚友，甚至在御史案之后，还为于前说过好话。我看，那个纵火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家眷，找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连卷宗的线索也要断了。丹溪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想为愚公洗清冤屈，我们已经努力这么久了，现在更要沉得住气。我不是不明白，我只是为愚公惋惜。他本已官至侍郎，可就因为为民请命得罪了高官，才从侍郎又被贬至了八品。如此刚正不阿之人，最后还是栽在了小人手上。若当官的都想于钱，这世间得少多少冤案啊！
要让愚公这样的人能安心做事，就得需要我这种不择手段之人，先为他扫清障碍。50人，看样子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来，把这个换上。这是何意？左威卫大将军回京，民同乐，宵禁延迟2个时辰。人生有3狂：狂吃、狂喝、狂乐。此时不乐，更待何时？有这等好事，当然恭敬不如从命。那美人还不换衫？难道要我帮您？谁人如我4级风，卷云自来去，扶摇9万里，天地执掌间。畅快，真畅快。武舍人，哎，别这么叫，煞风景。以后都叫我显儿。显儿，你现在的样子跟我想象的判若两人。说来也怪，你这医心之术无论在哪儿都应传作奇闻，怎么除了圣都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？我常去一些闭塞之地游医，没有听说过也不奇怪。是吗？我倒觉得越是闭塞之地，越容易将奇才视为异类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这样评价我。我从你身上闻到了秘密的味道，愿意告诉我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到时我一定带最好的酒来听。不过人啊，仍需向前看，不要回头啊。你听着风，多自由。